看完这个新闻，感觉癌症要被我们中国专家攻克了。这个研究是来自广西医科大学赵永祥教授团队，已经进行了早期临床试验，就动物实验已经过了。实验结果是在23名晚期耐药癌症患者中，包括肝癌、胰腺癌，就比较难治的癌症了，90%的患者实现了疾病控制，包括肿瘤缩小或生长停止。那这就很厉害了，而且副作用特别少，只有少数患者出现了发热和乏力。这个原理我给大家一讲就知道了，叫做以毒攻毒。他们团队创新性的找到了一种病毒，叫新城异病毒 NDV。这个病毒它对家禽是致命的，但对人呢其实没啥伤害。它拿来做基因改造，把一段猪里面存在的基因塞到这个病毒里面去，这个病毒它直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那些癌细胞，从而在癌细胞里面去繁殖。那第一个呢，当然是破坏癌细胞；第二个，它能够触发我们人的免疫系统去找到这个癌细胞，因为癌细胞平时它伪装的比较好，跟正常细胞一样，但接下来你被病毒感染了，那你就会呈现一些被感染的特性，那免疫系统就会去攻击这个癌细胞。它就相当于靶向药物，一个个精准的把细胞级别的去找出来，然后予以消灭。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医学技术我们不要去讲，比如说这种细胞为什么它不去攻击正常细胞，它要做一些这种加工。总之呢，达到的效果就是以毒攻毒，并且它让人形成了长效的免疫机制。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临床实验，再进行2期和3期。估计过一段时间，真的如果这个结果被验证之后，那么晚期原来那些特别难以治愈的癌症居然能够得到控制。大家说这个算不算史诗级的科研成果？而且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这种重量级的科研来自一些小公司，不那么出名的单位？像广西医科大学虽然建得比较早，1934年，但在国际上排名还是比较低。这种癌症的攻克居然是由一个排名可能在几百上千名的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去做出来的。就如同 DeepSeek 不是来自于谷歌、阿里、腾讯这些，而是来自于泛方这样一个小团队他做出的 DeepSeek。包括 OpenAI 前面做 GPT 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自己小团队用对于大模型、大参数，原来那些大厂不相信的，说这个大模型、大参数能造出什么？结果他们一根筋的走到底，真的把参数扩到一定程度之后，呈现了量变到质变。所以未来这样一个科研，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中国这种会占优势，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做得好，因为我们人才多。你反观在美国他们那边，他们是集中在几大高校、几个大的跨国垄断公司里面，他们去研究，相当于我们是用分布式去对抗它的中心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不久的未来，各行各业可能都会诞生自己专业的智能体，去赋能自己科研人员。这个时候真又回到了人多力量大的时候了。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我们中国未来有很多史诗级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冒出来，我持续为大家关注，谢谢大家。